解密商战要告诉大家，现在台股已经冲上了4万点，到底是可以续报或者是快逃啊？还有台积电致命缺点出现，还能够继续勇敢买进吗？已经也要提醒大家的是，全球债市失控，小心你的资产可能会被大清洗哦。今天下半经济学要讨论总体经济的问题，我们邀请到是吴嘉隆老师，老师你好。老师好。两位主持人好。是台股现在已经飙破了45000点哦，对，大家觉得说，会不会是继续上5万？不过呢，大家更担心的是，是不是今年2026年涨太多了？担心涨太多，这个是好现象，表示大家的这个情绪还没有进入到过热，就是过度乐观的情况啊，这样是对行情是有利的。如果大家都不担心，都觉得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不是泡沫哦，那就是泡沫了。老师，可是，在4万点这个关卡里面，台湾发现4代同堂，你知道，要车贷、房贷、信贷跟增贷。只有1990年代、80年代末的时候，台湾出现过这个情况，也造成了后市的这个股市的崩盘嘛。那台湾会不会再一次发生这些事情？这个要看货币政策有没有进行那个选择性管制，就是说有些信用你不要提供的太多，信用要适度管制，因为这个在节制这个资产市场过热有重要作用。是，当年我们会看到很多那个泡沫破掉过程，就是货币政策维持宽松，没有针对一些过热的领域去做选择性信用管制。是，你要有针对性，不是一般性的管制，要选择性，就是避免某些信用跟贷款流到某些过热的领域。所以这里面涉及到的是货币政策。第二个涉及到财政政策，就是说你做了某些资产交易的话，那税如何？如果税的负担够的话，那买盘可能要缩手。所以呢，政策的调节是很重要的。那投资人心里面要有那个泡沫破掉的这种忧虑甚至于焦虑都可以，那不要太过乐观一头冲的结果，万一杀下来你再来抱怨那来不及。那其实除了台股一直拼命往上涨之外，当然也非常关注台积电嘛。然后特别是魏哲家还是跟大家讲说，买台积电一辈子就不用烦恼了。你觉得台积电现在真的还能买吗？当然可以啊，它还可以翻，至少涨50%，一半。有人认为它会翻倍还会再翻1倍，4500到5000这个地带那我是打个7折，就是3300到3500这个地带，离现在这个行情2300多2400，可能还有5折的成长空间。但是是多长的时间再翻倍呢？1年内为什么会那么乐观呢？因为 AI 的这个需求爆发是真的，而且现在是产能跟不上需求，是，而且不是只有台积电，现在有很多的所谓供给端的短板或者那个紧张瓶颈比如说像记忆体产能跟不上，像被动元件现在也爆发也跟不上。然后呢，这个载板也有这个问题，先进封装测试都是，所以由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推论各位观众请注意，就是说要解决这些供给端的瓶颈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这一次的 AI 周期会很长。所以是因为它在这个上升周期当中它碰到很多瓶颈，这些瓶颈要一个一个化解不容易，所以整个行情会撑得比较久。可是现在大家在看就是台积电虽然获利的模式是好像很稳定，但是呢，就是又最近从这个三星到 Intel 从这个18A 甚至到1.4奈米的挑战都出现了。那这个会不会对台积电造成威胁，或者是台积电有其他我们没有注意到的细节？这个对台积电来讲完全是好消息。为什么呢？因为台积电真正的威胁其实是2件事。第一件事情是真正的威胁是反垄断调查，因为台积电的那个市占率冲得太猛，他的对手节节败退。你知道美国的反垄断调查以前针对银行、针对钢铁、针对石油、针对通讯，拆解你这个大公司，所以美国最怕的其实是反垄断调查，你太强了。对，那现在台积电有可能会走上这个，它现在的那个市场占有率已经到了66%，可能要往75%推进，将来会到80%。这个数字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当年在个人电脑时代 ，CPU 当道的时代 ，Intel 是老大哥，当时 Intel 的市占率就是80%，AMD 20%，然后呢 ，Intel 完全可以把 AMD 干掉，他没有，他把它留着，为什么？避免反垄断调查。那现在的话，台积电的对手三星跟那个 Intel 如果还存活的话，对台积电完全是好消息，它可以避开这个反垄断调查。可是呢，台积电的优势照样在，所以呢，台积电不断的吃他们，然后不把他们吃掉，就是把他们供在那边。所以只要他们能够存活的话，台积电不用去保护他们，不用去这个救他们，对不对？那对台积电的话，专心做它的那个技术创新，保持它的技术优势，
所以是好消息。是。团队最近给哲金看了一个数字，我觉得相当的惊人哦，超过70%的你其实还没有按订阅。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欢我们节目的话，现在我们来按下订阅吧。按下订阅对你来说是免费的，但对整个下班经济学团队来说，有你的支持跟订阅是这个节目能不能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关键。台积电完全没有其他的隐忧吗？它的隐忧是这样，毛利率现在66%，这个根本不是制造业嘛，制造业毛利率3% 4%，去年第四季是62%毛利率，这已经吓死人。今年第一季到66%，所以台积电的真正的那个本业的那个隐忧啊，是说它的毛利率开始下降下来。只要它毛利率保持这么高档的话，那外资跟法人没有到货的理由。所以他真正的担心是他能不能保持这样高的毛利率。理论上来讲，这个很难。可是老师，我是最近有听到台积电内部的朋友有在说，他们未来会把比较先进制程的部分转移到 AZ 亚利桑那州那边，然后可能会有蛮多的台湾的台积电的工程师也必须要到 AZ 厂那边去。如果先进制程不留在台湾的话，不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因为他留在台湾啊，然后他也在美国那边同步推进的，就 OK 的。很多人误会他。因为他没有把那个美国商务部长他们讲的话理解清楚，他说的40%产能，不是说台湾把40%产能这边搬到美国，不是的，而是说美国需求的40%由美国的厂房来出货。所以台积电的产能在台湾的还是留着，但是在美国那边增加新的产能。是，那这个新的产能呢，满足美国需求的部分大概占40%，另外60%还是从台湾来进口，进口到美国来。是因为其实最近关于台积电的讨论特别的多，包括说在 AI 的时代里面，大家本来会看说是不是网络泡沫会发生，但是如果真的就算发生，台积电也是唯一的救星。老师，你对这句话的看法是什么？他误会了，就是说泡沫没有人挡得住，他在吹的时候你挡不住，他要破掉了你也救不了。泡沫有它自己的生命周期，台积电救不了，要破的泡沫它救不了啊。然后呢，可是台积电自己没事，就说它自己稳健经营啊，它的获利、它的基本面支撑它的价格，而且它的那个本益比并没有超高。现在比如说25倍算正常的。你看看辉达的本益比到60，那当年那个网络泡沫破掉以前，那个时候本益比超过30以下都是高的。现在台积电25倍 OK 啊，正常。是，如果台积电的那个本益比再推高的话，就是一样的获利，投资者给它的倍数比较高的话，那它这个股价还停不下来。所以它现在没有高估的问题，是高估的话，可能是其他小厂可能有，它这么庞大的那个公司要高估不容易。可是呢，最近其实也有经济学家他们拿出了巴菲特指标，然后跟标普500的指数呢，他们大胆断言说要小心咯，美股已经过热了，今年有可能崩盘哦。老师您怎么看？崩盘说是有了然后用标普500来讲过热不太准。为什么？因为标普500都是所谓稳健型的大企业那你真的会带头冲的，因为技术创新带来产业革命，这种带头冲的都不会是标普500，都是纳斯达克这个部分，科技股这个部分它才会带头冲。所以不要用标普500来看有没有过热，你要看，特别是用那个汇办或者纳斯达克这种科技股云集的来看。好，那再来讲崩盘是这样，经过几年的累积发现美国的股市有2个期间是空窗期，就是只有留守人员、正规人员都去度假，一个是圣诞节到新年。他们就空城了，华尔街都空城了，只剩留守人员。另外一个时间就是8月下旬要避暑，太热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交易会变得很清淡。那这什么意思呢？股价容易操纵。8月底打下来建仓以后，9月开始拉起来，就是这样玩所以8月份是第2季，对不对？暑假。对。所以他们在4月、5月的时候会纷纷放消息，放出他们的忧虑、焦虑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列出洋洋洒洒3点、5点理由、7点理由都有。每年几乎是例行公事，4月、5月的话唱衰暑假，然后呢，到了下半年的时候，劳工节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什么缓进完毕然后就开始拉抬行情。我以前也不懂我在纽约做的时候，做到最后几年搞下来，我才说原来是压力型。除了这股市的循环之外，另外一个大家还在意的就是联准会。现在联准会换了这个新主席华许，老师你怎么看华许这个人？基本货币政策是重新思考。现在已经有人把他讲，他之前的联准会叫大联准会，现在他要改成小联准会。什么意思？以前的大联准会就是他什么事都介入很深，什么意思？他要救经济、救股市。所以呢，他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他要3大主张降息、缩表跟降低政策透明度。我们一个一个讲。那个降息应该是
根据通膨的走势来做降息的那个决策才对哈，利率要跟通膨挂钩嘛。他讲的降息，表面上就呼应了川普，川普是一直讲的降息。川普讲降息，从他去年上任讲到现在，坦白讲，他去年讲是有道理，是应该降息，因为那时候通膨在往下走，然后鲍威尔抗拒，他用关税做理由，说关税可能推高通膨做理由，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你想想看，只有货币供给发行超过才造成通膨，没有说关税在造成通膨了。关税对物价的影响叫做一次性，关税定好以后就调整完毕就没了，后面不会再一直涨，除非你关税就调高嘛。那什么叫通膨？通膨是物价水准持续性上涨，这才叫通膨。可是老师，如果关税这样子的话，大家的那买那些东西的价格跌高了，那就当然会影响到百工百业，所有的价格也都往上涨。它有短期性的物价走高，但是没有持续性的通膨压力，你要区分这个概念。那联准会的货币政策主要是对付持续性通膨压力。我们台风来的时候，蔬菜泡面涨价了，台风走了以后就恢复正常了，价格就跌回去。所以这种短暂性的那个价格波动不能牵动联准会整天去救火。所以联准会看的是通膨趋势，比较属于中长期趋势，它不会根据一两次短期性的这种波动去做反应嘛。对，我是这样来。华许降息的理由是讲 AI 提高生产力。让企业有能力在成本上升的时候，不需要靠涨价也可以维持下去，因为生产力提高，它的概念是这样。那这个论点呢，短期内成立，但是长期不成立，这也是它的一个盲点。为什么呢？因为技术创新带来生产力提高的时候，它不只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你现在使用的装备、你的工具变强了嘛对，你也会提高资本的报酬率，不是只提高劳动生产力。那资本报酬率提高以后，你不升息，你看看。资产泡沫化，市场会过热。所以呢，资本的报酬率很高。比如说，我因为技术创新，我的资本报酬率20%，你升利息升1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我根本就不甩你。对，当年90年代后期就是这样，然后葛林斯潘才会喊出那个非理性繁荣那这一句名言。所以就是说，你们这样子冲得太猛，升息压不住泡沫，为什么？因为它对抗你利率完全有这个本事，因为资本报酬率太高。是，所以技术创新如果提高资本报酬率的话，联准会升息不可，而不是降息。然后它短期内你可以降息，可是随着技术创新推动的话，后面是要升息的。所以他用这个理由来应付一下。好，那另外一个就缩表。缩表的意思就是说，把之前联准会因为救市场、救疫情、救经济撒出去的钱开始收回来。对，那这是有什么差别？因为在零利率的情况下，贷款条件宽松的情况下，谁能借到钱？有资产可以抵押的人才可以借到钱。所以呢，量化宽松造就的是高资产的人，他们可以取得很多信用跟贷款，以钱滚钱，以钱赚钱，所以财富分配差距恶化。然后呢，这个问题呢，变成说货币政策影响社会阶级流动，所以现在要改，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影响到政治。对，所以呢，它降利息。会造就的是车贷、房贷、信用卡这种一般人的那个借贷，但是他缩表的话，收到的是有钱人这边有资产去抵押借得到钱的这种人，所以他两头一起，这边降息，这边缩表的结果，会缩小这个社会差距。是，所以这样是这个方向是对的。对，然后再来呢，降低这个政策透明度，原本联准会说与市场沟通叫做前瞻指引，这样的结果呢，等于让华尔街呢不用摸索半天，他比较知道一下未来的方向。可是这样的结果产生一个那个道德风险，叫做诱因危机，就是金融机构就胆子越来越大，敢去冲了，结果要是有赚是我的，出了问题倒给财政部跟联准会去救，就跟之前雷曼有点像这样的，就是这个情况。所以他想一想，我提高政策透明度的结果，我会等于是做了一些承诺一样，然后我把我自己手脚绑住了一些，先亮底牌。对，所以我现在少亮一点底牌，话不要讲那么清楚，万一有什么状况，我有弹性，政策弹性。各银行就要去做功课啊，是你要来了解我的这个可能的想法。是，但以前不是啊，以前他可能收买记者或者收买你是，就是以前他比较讨价波啊，就是早点了解联准会的想法看法。那现在联准会说不行。所以刚刚老师其实这针对了 WASH 的这个政策，也帮我们大家做了一个非常简单清楚的分析哦。不过呢，其实在5月15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震惊金融圈的一个大事，就是呢我们看到了美日英德4国的这个债市呢是同步失控的，这又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抛售债券，然后债券价格走低，殖利率走高。那你看到了这几个国家的行情都是一致的、同步的。那因为逻辑很简单，你会看到这个图就是美国10年期公债殖利率，第一天就是5月12号，WASH 得到参议院同意，任命同意，然后呢5月15号宣布就职，
大家抛售公债，然后公债殖利率就暴冲啊。那就是说，基本上大家知道他要缩表，缩表的结果就是说少借钱来还掉，就本来是借新还旧，他发行新的债券，借了钱等于是消化掉旧的债券，以债养债，借新还旧。然后现在的话要缩小规模，就是花的新越来越少，新的债越来越少，旧的债还掉以后，这个差额他要从市场抽资金回来，那就是说不要让有资产可以抵押借钱的人太方便，开始要从社会平衡这个角度来重新思考货币政策，不要让一些比较精英端的那些人可以用以钱滚钱从资本市场去赚钱，他们赚的是资本利得，一般人赚的是劳动所得，这个差距会越拉越大。财务分配跟所得分配都会拉大，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货币政策应该要重新思考。那社会平衡有什么重要？川普会2次当选就是社会平衡的结果，因为很多蓝领阶级去支持共和党。对，蓝领阶级本来是民主党的支持者，所以呢，美国的观察家把川普带来的改变叫做打造一个蓝领阶级的共和党。然后呢，谁当副总统？写那个《绝望者之歌》，对，那就讲到就社会底层的悲惨。所以美国被社会撕裂，就全球化撕裂美国社会，造就了一批这个底层然后川普出来为他们讲话，川普的对中国，然后那个对付非法移民。这全部是抢就业机会、抢打击美国的劳工阶级的嘛，所以川普这么一讲，他们就听懂了。然后川普2.0讲一句话，他们全都听懂了嘛，这果然是我们的人，什么意思？小费加班会免税。你如果是底层的人，你当然知道小费加班会免税对你是好消息嘛。对，所以川普是有钱人出身，但是他的政策照顾到底层。结果呢，他把有钱人跟劳工阶级能够连起来，对不对？他表面上是靠减税，但是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价值观。价值观。对，有钱人自我期许很高，要对国家对社会做贡献，叫做责任感。那劳工阶级呢，他养家，他辛辛苦苦送小孩去读大学，他也是责任感。所以用右派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尊重常识，尊重伦理尊重宗教信仰，用责任感把有钱的跟没钱的都连在一起。所以为什么川普的这个支持率还算能够维持的原因在这里。所以社会撕裂是一个美国内政的重要议题，而这个背后其实有货币政策的因素，现在被华许的论述抛出来。对，可是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也很值得大家注意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美国跟伊朗的战跟和。对，你看从5月19号的那个说要攻打，然后又停了，然后又继续偷偷轰炸。其实这个事情反反复复对全球经济也造成影响。到最近的话，都还有一些最新的话。对呀，你一开始人们认为川普不应该把战争拖下去，应该是速战速决，达到目标就好。可是后来发现不太对，原来这个停火期间现在是还在停火期间，理论上他停火期间呢，谈判破裂以后，他就马上宣布这个反向封锁，就是船只如果进出伊朗港口的话，就会那个拦截但如果你是进出其他国家的港口就不在那个封锁范围。那这样的情况下，有些船的确也通过了但是也不多，绝大部分的船还是躲在波斯湾里面所以它等于变相封锁了中东国家。它等于变相封锁了欧佩克国家，现在它等于在对付欧佩克。所以为什么他像这个阿联酋就直接说宣布我就要退出 OPEC 的原因就在这里吗？这是一部分。现在你想想看封锁拖下去的结果，全球买家看到中东的能源供应有不稳定性，需求端不能停然后他怎么办？川普说你来美国这里买油，那很多人只好真的把船开到德州去拿油。可是你拿油的话要不要签约？你签约要签短期长期，你告诉我。一定要签长约嘛。所以中东这里的话不能马上结束，搞了半天，川普把时间拖长，是在抢 OPEC 的石油生意，这是能源战争。然后呢，你跟德州买油的话用什么货币结算？美元。你跟伊朗的话用人民币结算。你跟沙烏地的话，据说沙烏地也有一部分的能源交易已经用人民币结算。对美国来讲，唯一死罪。这个很严重了。所以现在美国假借对伊朗封锁，其实呢，这个封锁也伤害到中东其他国家，沙烏地啦、阿联酋啦、伊拉克啦、科威特，这些都受影响。是，所以它等于在挤压 squeeze 这个 OPEC，那抢生意然后有货币战争，然后呢，美国透过这一场战争要拿下石油的定价权跟话语权。是，所以等于是说他在对 OPEC 宣战。
可是他没有讲啊，他说我对伊朗伊朗不应该拥有核子武器，你们都知道啊。对呀，他们也是发现伊朗真的不乖，要教训他。可是呢，每一个人都觉得怪怪的我好像被打到了，好像说不出来哪里奇怪。对啊，可是我又不能说美国不对然后呢，这个伊朗战争，我们这个叫做额外效果了它的本来的效果是对付伊朗没有错，以及对付伊朗后面的中国。可是呢，衍生出来的效果，它挤压了欧佩克，还有更妙的，它检验跟修理了北约。他不是飞机要经过领空吗？要落地加油吗？然后呢，这些欧洲国家就拒绝，对不对？对啊，西班牙就拒绝了不是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全部拒绝。好，川普说 You give me remember， 你赶快记掉了。他其实说美国根本不需要靠你们就可以单独，那你为什么要搞这个？他就顺便做文章你们每一个人就是忠诚度不足，配合度不足，所以他准备怎样退出北约，然后再开始撤军，对不对？其实他从欧洲撤军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美国联邦债务里面现在超过39兆美元其中有超过一半，大概55%左右，是因为北约的开支来的。所以他从欧洲撤军的话，是要降低他的联邦债务压力，这个才是重点。而美国经济的最高目标一定是维持美元霸权，第二个目标就是什么？应对债务的危机了。所以他一定要削减联邦债务，其中一个重要项目就是要从欧洲撤军。但他目前从德国撤5000人，是调到波兰去，就在欧洲范围内、北约范围内重新部署。那这个动的话，他的5000人的消费从德国转到波兰。德国那边马上会感受到经济压力，这个就好像美军撤的话，我们中山北路的那些餐馆、酒馆就有点受影响，包括 Okinawa 这样当年撤军也是一样。对，是这样子。所以他表面上先给他经济的抬头但是呢，将来一定会从欧洲撤出部队。那有一些部队可能是调到西太平洋这里，九州啦、冲绳啦、关岛或者菲律宾北部，甚至台湾这到全球范围内重新部署，而不是只有北约范围内重新部署。可是最后一定有一些部队是撤回美国本土。减轻美国的国防开支对，那所以呢，他要降低联邦债务压力，然后呢，强化美元地位，所以他是一石多鸟。第一层打了伊朗跟中国，第二层挤压了欧佩克跟北约，第三个呢，能源战争背后是货币战争，然后呢，最后的目标是维持美元的强势地位，美元霸权地位。有没有觉得说听完今天之后，觉得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对，谢谢老师，谢谢。